缺什么补什么，普京只是以最短时间保障部队武器供应，俄军的后勤可能真的出问题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延绍。对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表现，很多人表示看不懂，因为强大的俄军似乎失去了攻击动能。但是，到底是兵力不足，还是武器装备供应跟不上，或者说俄罗斯在下一盘大棋？目前国内外的专家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我们似乎能够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次国防工业发展会议上看出端倪。毕竟，缺什么就需要补什么，这个道理应该不会有错。近日，普京将负责后勤工作的国防部副部长换人，这说明情况不太妙。另外，普京在国防工业发展会议上表示，国防军工企业组织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确保向部队提供所需的装备以及毁灭性武器。他还敦促提高国防军工企业的产量，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普京强调说，国防工业所有的进口替代计划都必须无条件的落实。今年8月，美国的詹姆斯敦基金会报告称，俄军的大规模集中炮击几乎已经停止，俄军已经遇到了弹药供应的困难。这家智库根据俄军在战场上部署的身管火炮的数量乘以每门火炮最低发射2发炮弹来计算，得出了俄军总共在俄乌战场上已经消耗了1000万发炮弹和火箭炮弹，这基本包括120万发122毫米炮弹、360万发152毫米炮弹、480万发122毫米火箭炮弹、32万发220毫米火箭炮弹、11万发300毫米火箭炮弹，还有10万发203毫米炮弹。这些炮弹加起来总共是73万吨，这还没有将俄军的火炮炮管出现的严重损耗计算在内，还有乌军对俄罗斯弹药库打击所造成的损失。有报道指出，俄军已经开始从白俄罗斯的弹药库调出弹药，同时还从叙利亚调运弹药回国来维持作战消耗。俄军还计划从朝鲜进口炮弹，这都是因为战场上的消耗过大，俄军的后勤部门难以有效供应。美国人用兰彻斯特战斗力方程对俄乌冲突进行了推演，这个方程在上世纪成功的用于模拟消耗战。对俄罗斯军队的分析表明，由于他们主要使用的是非精确制导的武器，发射了大量的炮弹，但有效击中目标的比例并不高。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选择瞄准俄罗斯的关键目标，包括指挥节点、后勤中心和关键阵地。兰彻斯特方程的模型进一步表明，通过计算俄乌双方的参战兵力和作战过程中的消耗，在大约6个月后，俄罗斯人失去了数量优势，战争将发生变化，这与乌克兰人夺回大量领土的战争转变不谋而合。这些模型还对俄罗斯部署新志愿者营的计划进行了预测。由于这些预备役的部队训练的更少，而且呢，他们会继续大量使用非精确制导的武器，因此俄军士兵数量的增加虽然有助于改变战场态势，但是从长远看，其态势的改变恐怕是有限的。美国搞的这个模型计算表明，俄军的最佳行动方案是撤出乌克兰，进行广泛的训练和武器装备的补充，并在晚些时候再进行渗透作战。而普京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开军工企业会议，恐怕也是认识到俄军武器弹药的消耗量过大，甚至到了不得不做出必要改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一边进行局部战争动员，增加30万合同兵进入乌克兰作战，一边要扩大武器弹药的规模化生产。如果俄军仍然无法大量生产精确制导弹药的话，可能就需要将更多的常规炮弹和火箭弹投入战场。俄乌冲突目前的表现形式就是一场炮战，未来俄罗斯是否能够解决好目前的困难，西方
是否也能向乌克兰提供足够多的精确制导武器？这将会决定谁会在下一阶段的对决中获得胜利。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